学渣的文具 vs 学霸的文具，到底谁的更好用？学渣的专用卷笔刀。这是我的吉普车卷笔刀，一辆16驱敞篷法拉利吉普车，高科技转不动轮子，时速高达800公斤。车厢内安装了2个卷笔刀，一个长一个短，长的可以削出长笔芯，短的可以削出来短笔芯，用它抄我同桌的作业贼拉拉好用。学霸的专用卷笔刀。卷笔刀当然是电动的最好用啦，我买的这款电动卷笔刀就非常给力，左右推动还可以自动调节笔芯的长度和粗细，小心翼翼的写字把笔芯写断了，往削笔刀洞口一压，铅笔芯转了几圈就又断了。250毫米的铅笔削它99 38次，削成80毫米就削好了。这削笔的效率比我刷题的速度还高，学习压力大了还可以用它跳一首华尔兹。学渣的专用尺子。这是我的噼里啪啦尺，别看这尺子人畜无害，和普通的尺子没什么差别，只要轻轻一拍，它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手环。除了偶尔拍手不会成功外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把你拍到手抽筋。学霸的专用尺。想要学习成绩好，还是选择我的多功能尺最合适了。上面画一个平行四边形，下面再画一个平行四边形，一个长方体就画好了。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画圆柱体，各种多边形，画抛物线也是非常轻松的。小小的体积却可以帮你解决各种奥数难题。学渣的专用笔袋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笔袋，造型和蛋糕一模一样，中间还是奶油和猕猴桃夹心。这2根小短腿看着就很馋人，真想一口把它吃掉。虽然它装不下正常的一支笔，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它的偏爱。学霸的专用笔袋。这是我的朵拉笔袋，打开它，里面是一张小地图。笔袋的容量非常大，一口气装下100多支笔都没什么问题。下课的时候可以直接拿它当抱枕来使用，学习累了还可以看看这上面的绿色植物保护视力。这么可爱笔袋陪我小学读个8、9年的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学渣的文具 vs 学霸的文具，到底谁的更好用？学渣的专用笔。韩国积木笔，能吃能玩又能写字的积木笔，就问哪个同学会不喜欢呢？可以随便组装成自己喜欢的模型，每一个积木块里都有一个糖果，口味都是不一样的。老板说还是正宗的阿尔斯杯味的。等等，这糖果怎么还融化了呢？难道过期了吗？保质期没有问题，生产日期也没有问题。算了，这么好玩的东西还是要和同桌分享的，每一个都舔一口，再把它送给我那倒霉同桌吧。学霸的专用笔。拼乐字母笔，我的笔也是可以拼积木的，每一排都对应着字母和数字，不同颜色的字母和数字积木可以随心搭配，将它们拆下来后就可以拼接在笔上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 Lucky 了，自从有了它，每次考试都轻松的考第一。Nice。学渣的专用橡皮。魔术橡皮擦，为了防止同桌天天来找我借橡皮擦，我特地买了这个魔术橡皮擦。只要把橡皮放进这个盒子里面，橡皮就消失不见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神奇？有了它，就可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在班主任面前秀一把了。学霸的专用橡皮。滚轮橡皮擦，这款橡皮不仅长得非常可爱，还有各种颜色。它采用的是双头设计，一边装着一个4方形橡皮，擦除字迹非常的干净，而另外一边是滚轮设计，只需要轻轻滚动几下，橡皮屑就被它轻松吸入到暗盒里面，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学渣的专用便签纸。巧克力便签纸，看上去像不像一块巧克力被咬了一口？闻一下，有一股浓浓的巧克力味。上课的时候，只要把它拿出来，我瞬间胃口大开。再配上这本利奥利饼干便签纸，课堂上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学霸的专用便签纸。
可思便签贴，这款便签贴不仅颜值很高，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，把你不会的知识点都标记起来，等你学会了之后，就把问号都撕掉，剩下来的 OK 就是你进步的见证了。需要订正和检查的作业也同样标记起来，帮助你更快地掌握知识点。塑料的材质不仅防水，还可以防止它在书包里面被挤压变形。有了这款便签贴，你想从学霸变成学渣都难。学渣的文具 vs 学霸的文具，到底谁的更好用？学渣的专用笔。这是我的锤子笔，铁锤子、银锤子、金锤子。自打语文老师给我换了一个1.8米高的校花同桌，我赶紧换成了这把锤子笔，不仅可以用来防身，还可以用它来偷袭同桌。趁他上课睡觉不注意，给他来一锤，打开这个笔帽，拿出笔芯就可以正常写字了。学霸的专用笔。这是我的天地大同金属笔，轻轻旋转一下就会露出我的猪头，写字触感非常的舒适。笔身上面刻满了比例，不仅可以当成尺子来用，还配备了一个水平仪。打开这个笔帽，里面还隐藏着一个螺丝刀。老师都夸我是动手小达人，旋转一个方向，它就是一把触控笔。刷到自己的视频就可以疯狂点赞了。学渣的专用笔筒。这是我的干饭人笔筒，我想应该没有哪个小仙女能拒绝这么可爱的一款笔筒吧。可以用它来吞葡萄、吞红枣、吞板栗、吞小西红柿、吞火龙果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我这个干饭人笔筒不能吞的？最后再来表演一个吞小猫咪。学霸的专用笔筒。这是我的2B 笔筒 Plus， 是我的好兄弟状元笔的加强版，比普通铅笔大好几倍。说好的笔筒怎么变成铅笔了呢？打开这个笔头，里面就是一个笔筒了，容量超级大，一次性就能装下10几把笔。有了这么可爱的一支笔筒，我感觉自己月考又要拿第1了。Nice。学渣的专用橡皮擦。积木橡皮，这是连学霸都无法驾驭的积木橡皮，费了3天3夜，我终于拼凑出了这款橡皮的最终形态。108层高档洋房，剩余的边角料还能武装成一只看门狗。明天我就斥巨资一毛大洋聘请我的倒霉同桌来当保安。学霸的专用橡皮擦。这是我的笔形橡皮，采用的是手动推进出芯方式，想用多少就挤出来多少，字迹擦除的非常干净，笔芯还可以随意替换，小巧的设计一点都不占用我笔盒的空间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磁吸笔，据说这是一把学霸不配、学渣必备的超解压磁吸笔。整支笔身由13块磁铁组成，上课的时候发挥你的最强大脑，拆开组装一下，就可以得到一只小狗、一名剑士，又或者是一个悬浮陀螺。遇到老师的时候，立马可以伪装成书写顺滑的中性笔。学习的时候还可以用它来代替圆规画圆，笔帽装上电容组件就可以当触控笔来使用了。下课的时候还可以拿它当手枪耍。润唇膏橡皮擦，冬天的时候学习就应该配一把润唇膏橡皮擦，粉粉嫩嫩的，最适合本仙女了。旋转一下橡皮擦还能伸长，口红的形状最适合擦除字迹了。用脏了之后还可以用小刀将它边缘切掉，这样看起来又和崭新的一样了。隐形笔，不想让同桌看到校花传给你的小纸条怎么办？这把隐形笔就是上课传递小秘密的神器了，用它写字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打开笔帽上的火眼金睛字迹才会显露出来。手机修正带，学校上课不允许带手机，但是唯独这款手机是例外，和 iPhone 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字写错了，只要滑动按钮就可以轻松修改了。当老师以为你上课玩手机的时候，只要你轻轻滑动它，老师不仅不会批评你，还会请你爸妈到办公室喝茶呢。水果便签纸，这是本仙女最喜欢的便签纸了。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页面像水果的切面，但是当你展开它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个完整的水果了。
闻一下还有一股浓浓的巧克力味，非常的香。所以水果为什么会有巧克力的味道呢？积木橡皮，一群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橡皮，扒完皮后就变成一堆积木了。上课的时候可以和同桌一起组装它，不仅锻炼动手能力，还可以强化脑部空间感。写错字了，顺手用它擦除字迹，真是一物多用。Nice。